集结兵力，在此布防。报！是。盛将军，有客求见。白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你写的。若涵，带人先下去。是，走。杨凤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杨凤她好得很。我想，如果你要是死了，她会高高兴兴地带着你的儿子一起改嫁他人。儿子？杨凤怀孕了？你以为你写这封信的时候很潇洒，很有气派是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杨凤因为你这封信，差一点自杀。一个男人，如果连自己的妻儿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什么保家卫国？一个连妻子都保护不了的男人，又有什么资格保护自己的国家？你这又算是什么英雄？此物你可还记得？兵符。梁王已将此物授予我，如今三军听我调遣，但除了必要人等，不得将我的来历泄露出去。末将遵令。早就听杨凤说，姑娘是女中诸葛，从今天开始，则引听凭白姑娘调遣。有上将军这句话，娉婷就放心了。姑娘风尘仆仆的过来，想必应该是有了主意了。如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拖延时间。能多拖延一天，希望就多一些。楚北捷乃是当世战神，之前在青燕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领教过他的功夫。此人若是强攻的话，恐怕我们拖延的时间不会太久。若是他主动出兵，堪不成必破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主动出击。梁与大晋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晋军突然发兵，师出无名，逆天而为，大梁将士人人得而诛之，必血战到底。哼，师出无名，到底有名还是无名？你最好问问你的大王。或者你死后，我替你问他，我大晋数十商队、数百良民、数万钱财都去哪儿了？你大梁派军抢掠烧杀，扰乱我大晋商路，如今还敢叫屈？一派胡言！我从未听说过此事。若你能证明杀人越货者不是梁军，我楚北捷自会立即退兵。但在此之前，请恕亡命难违。杀！杀！这块地方，上将军可熟悉这里的地形？百里茂林，正是。晋军虽强，可梁军也非弱将，实力相差并不多。梁军怎会连连败退？我梁军善战，可那楚北捷太强。第一次交锋的时候，楚北捷亲自交阵，我梁军派出了第一猛将蒙初，结果被他3招斩于马下。
若是上将军出战，结果会是如何？10招之内，尚可抵挡。若上将军不敌，必不可恋战。楚北捷见你撤军，必会乘胜追击，而他不熟悉附近的地形。我们的目的地，则是百里茂林。茂林之中荆棘丛生，枝叶缠绕，但是我们的战马身形矮小，四体有力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一定比他们更加灵活。如果能够控开堪布前面的空地，把他们引入茂林之中，利用地形的优势声东击西，我们未必不能赢他。撤退！我们终于打了一场胜仗！大家不要松懈，咱们还要再接再厉。今天虽然只是一场小小的胜利，但是事实证明，楚北捷并不是战无不胜的神，咱们可以打败他，并且已经打败他了。今后，不管是谁，若敢犯我大梁，咱们一定要携起手来，把他们给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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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峰，你果真了解我。无论我帮谁，都逃不开这锥心之痛。但也许，这就是我的宿命吧。王爷，王爷，已得到确切的消息，白姑娘被良将泽隐给救了。天可怜见，娉婷没死，太好了。可是，听梁军里面相传，现在军中有一名神秘的女主帅。如果蓦然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名神秘的女主帅应该就是白姑娘。哎，王爷，那如果是白姑娘，那你说咱这打还是不打呀？今日一战实在不像是泽隐的手笔，接下来的仗就变得有意思多了。嗨，这有什么意思啊？百里茂林让我们的士兵吃了亏，但偶然也让我发现了一件好东西。啊？这不就是半截树枝吗？这叫三花树，百里茂林里到处都是。可娉婷只用它来缠住我们的战马，看来他还不知道这种树有更厉害的地方。有句话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唯有用它还颜色。娉婷，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如今我们虽占先机，
但这棋盘上已经没有多余的棋可以走了。可是这场胜利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。如今将士们的士气都被提起来了，大家都非常有信心。虽说不一定能胜，但接下来楚北节的日子不会好过。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想问白姑娘，何事？你可知道晋军为何会突然对我大梁出兵？为何？今天我和楚北节对战之前，他提到过，说有大批晋商被我梁军所杀，好像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出的兵。但是我对此事一无所知。虽然我隐居已久，但是军中的事情我不可能毫不知情。这件事，白姑娘知道吗？没有钥匙，你怎么打得开？怎么？好好吃药，好好休息。我走了。不曾听说。此事我会派人查个清楚。今日楚北节吃了败仗，肯定士气低落，他不会这么快发动进攻的。白姑娘劳心劳力，就早点歇息吧。我将告退。上将军慢走。白姑娘，晋军就在东南方向50里外扎营，堪木城已经布防完毕。就算晋军进攻，我们也能抵抗一段时间。堪木城上下所有将士一定会不惜一切守城，就等姑娘的计划成功，大晋王宫内乱，楚北节就会退兵。但已经2天了，晋军那边毫无动静，现在连我也猜不到他下一步会走什么样的棋。报，单将军，白姑娘，经我方侦查，晋军每天正常休息，但有一小波步兵每天清晨进入百里茂林，深夜才回来。又是百里茂林。楚北节派人去百里茂林干什么？可有相关百里茂林和堪布的典籍？有，我回头让人给姑娘送过来。百里茂林，楚北节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目的，我们也不能松懈。将军，可否立刻派一队士兵悄悄进入百里茂林查探？好，我立刻派人去查探。站住！怎么还有这么多书啊？这些书都是姑娘要的。放那边吧。哦。哎，姑娘看书好快呀。对，一目十行。先下去吧。哦。
千万不能马虎，一定要做好布防。好。将军，白姑娘起了吗？白姑娘一夜未眠。什么？一夜未眠？我真担心白姑娘的身子挺不住啊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知道了，是毒蜂。毒蜂？上将军，请看，这典籍中早有记载，百里茂林中有一种特殊的毒蜂，它毒性奇强，可以夺人性命。之所以生活在百里茂林，是因为百里茂林里有他最喜欢的三花树。三花树毒液可以引发毒蜂狂性，用其汁液熬药饮用，却可以解毒。要攻城，只要将三花树枝用弓箭射进堪布，再放出大量毒蜂，守军将士必定死伤过半。等毒蜂进去后，晋军再上，即刻便可突破梁军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不过，从前要进入百里茂林的人，都会以三花树枝叶煎药服用，以防被毒蜂袭击。只要晋军众将士预先喝下这种草药，就不用担心被毒蜂误伤。假如楚北捷想用毒蜂攻击我军，一定会命人暗中砍伐树林。而为了避开我们的探子，他们就必须就地熬制解药。竟然还有这样的计策！是啊，这样的计策听起来虽然匪夷所思，但这也恰恰是他最可怕的地方。楚北捷最擅长的就是因地制宜，擅长用最少的兵力达到最好的效果。战神这个名号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呀。沙场上能和这样的良将为敌，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是。将军，启禀上将军，末将已经查过了百里茂林，发现晋军在里面砍三花树枝熬药，他们保留了树林的外貌，从外面看是完全看不出来的。被砍的树枝已经干了，怕是前几天已经开始了。果然如姑娘所料。传令，把百里茂林剩下的三花树全给我砍回来。是。不必了。熬制三花树枝只需要1天半的时间，若是他们从前天就开始砍树的话，恐怕早已经完工了。天已经快亮了。那姑娘的意思是？上将军也不用担心，娉婷从姑臧出发的那一天，就已经料到会有今日。在战场上遇到楚北捷的人，没有一个是不头疼的。我们不会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这么说来，上将军必须要在堪布城找到一张琴，不缺弦可以弹的琴。什么？每个人都喝啊！是。好，都喝了。是。不然会被毒蜂蛰的。是。喝完之后去那边取剑。我带上啊！来，你的。好，记住了啊，一定要听号令使用，明白吗？记住了啊！下一个，来，快！给我一个，快拿好，带上。好，这个，好，拿着。王爷，毒蜂性情凶猛，一旦攻击起来，恐怕连白姑娘都不能幸免。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把剩下的解药都带上吧。不过我想应该用不上。昨夜梁军的探子入林侦查，说明他已经猜到了我的计策。只要他能猜出来，就一定能阻挡。
既然他敢来堪布城，娉婷不会让我失望。王爷，时辰已到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热血沸腾、满心期待。今天一定是特别的一天。堪布攻城一役，即将成为我永生难忘的一役。我志在必得。出发！是。王爷，是否立即释放毒蜂啊？暂缓。弦断了。王爷，这是第2根了。传令，退兵30里扎营。是。
这就是你的御敌良策吗？早已活腻了吗？居然命你一人出现在我数万大军面前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任凭他们这么糟蹋你吗？王爷，娉婷才是这一场仗的主帅，和泽隐将军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又何来糟蹋一说呢？再说了，不管计策的好与坏，只要能让王爷退兵，就是好策。娉婷这不是做到了吗？攻心之计，胆大妄为。若是王爷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毒蜂之计害死了娉婷，那恐怕就会激起梁军最后的热血。到时候，就算你们能拿下堪布城，城中的所有军民，恐怕都会让你们伤亡惨重的。再说了，若是梁国百姓知道我一介女流之辈，为了保护堪布城而被你残忍杀害的话，想必梁国所有的百姓和将士都会奋起反抗的。哀兵之勇，王爷，你要比我更清楚吧？如果激起了一国人民的热血，就算有再强的兵，怕是王爷也镇不住。所以你就以身犯险。若不是王爷剑走偏锋，娉婷也不会出此下策。确实是下策。你在逼我退兵的同时，也对全天下通告了我楚北节的致命伤。经此一战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我楚北节心之所爱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都绝对不会让白娉婷成为我的牺牲品。你是谁？真北王命我来送你上路。不会让我成为牺牲品。娉婷原以为王爷之言句句真心，没想到也只能付之一笑。王爷如此哄我，难道是因为怕输吗？这本王问你，晋梁大战与你何干？为什么要帮大梁人？大梁并没有去截杀大晋的商队。没有。没有。看来你已经知道谁是这场战争的幕后推手。若是大晋主公无心侵占，又有谁能推得动呢？我们各为其主，立场不同，我也不逼你。这一局你赢了，我输给你3个时辰。下一次，我一定会来亲手生擒你。娉婷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不让王爷失望的。堪布城已经是一座空城了。而梁军也转移到百里茂林。你的空城计已经唱完了，还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这里离百里茂林不近，上马吧，我送你一程。多谢王爷好意，不用了，娉婷自己会走。3个时辰之后，我们才是敌人，到时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
就送你到这儿了。我不跟泽英打招呼了，反正很快就能见面。怎么？这么看着我，舍不得？还是想跟我一起走？我只是在想，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，完全看不透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我的心对你完全敞开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进来看看。你看，你都不愿意来看，却抱怨看不透我心里在想什么。两军对垒，你我是双方主帅，还请王爷不要再胡言乱语。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放开！楚北杰，你救了我这么多次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若是这一战，你真的因我而死，我一定会随你一起去，把这条命赔给你。回来了。王爷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刚才白姑娘那招真是太险了。假如王爷出手，岂不给世人留下用毒物加害手无寸铁女子的印象吗？王爷一代名将，光明磊落，一旦蒙羞，那岂不是严重打击了我军上上下下如虹的气势吗？真想不到，白姑娘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不留余地。还好你没有下令攻城。即使没有这些理由，本王也不会下令攻城。失去白娉婷，将是我楚北节最大的遗憾。区区一座堪布城，怎么能记他半根头发？不，那王爷，那咱到底打还是不打呀？打！3个时辰之后出兵。不对啊，王爷，即使不用毒蜂，只要白姑娘孤身站在城楼上，我们便发动不了进攻。仅仅是射在城楼上的乱箭，也能置她于死地啊！谁说我们要攻城了？啊？不攻城了？命所有士兵备足粮草饮水。我们要进入百里茂林。百里茂林？漠然，如果换成了你是梁军主帅，你会怎么应对晋军？王爷，行军打仗在外扎营，向来都选择靠近河流小溪的地方。为了方便士兵战马取水饮用，会抢先站稳水源，在水中下毒，让敌军失去战斗力。之后再利用山林掩护，分拨游击，阻止我军上山。
上将军，白姑娘，楚北捷已带人入林，现已至点清峰山下。点清峰下，我刚正与上将军商量，他在点清峰山顶扎营作战。这里便是点清峰6条清泉的水源。若寒将军，你现在立刻派人去山腰处，在这6条清泉中下毒，断了敌军的水源。白姑娘好计策。楚北捷初入百里茂林，对当地的地势并不了解。我们在他们弄清楚之前，先在水中下毒，一旦断其水源，他们一定支撑不了多久。到时候无法找到无毒的水源，怕是军中只会奄奄一息，军心涣散。到时候我们在天色的掩护下率军杀入，也让楚北捷尝尝我们大梁男儿的厉害。点清峰是百里茂林的制高点，也是山中所有水系的源头。梁军率帐定会驻扎在山顶，传令下去，禁止任何人饮用山间泉水。战争，战的是人，算的是心。我这一招啊，若是用在别人的身上，定能成；可若是用在楚北捷的身上，我也没有几分把握。姑娘，为何用在别人身上可以，用在楚北捷身上就不行呢？只因为他是楚北捷啊。若我们的对手不是楚北捷，早就不用在这里苦战了。百里茂林沿堪布山脉延绵近百里，范围极广。即便梁军有5万之多，可一旦藏进茂林之中，若按寻常方法寻找，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踪迹也难如登天。楚北捷思虑周全，他出来堪布，就在百里茂林吃了我一次亏，之后就立刻想到用百里茂林来反攻，还想到了用毒蜂攻城这个计策，害我们险些中计。如今他又怎么可能不派人先探查清楚，掌握百里茂林的地形？默然，你将我军兵力分为6支，互为养护，互通信息，分别沿点清峰的6条水脉建立营地，但不能扎营。梁军必定会派探子在外有意，我们只需要在他们面前出现，他们就会主动来袭，等蛇出洞，给他一个迎头痛击。若是我们以为仅仅占据了一个水源就能让楚北捷栽跟头，那今晚被俘的可能就是我们。姑娘说的对，是我们想的太少了。将军，还请你立刻派几拨人出去探查敌军在哪里扎营，一旦有消息就立刻汇报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越是要仔细小心。王爷，这是诱敌之计，风险也未免太大了吧？即便我军沿着河流建造营地，这也只是在撞运气，更不可能知道他们在短时间内会攻击我们。王爷，此计最适合与敌军周旋，但是我们的粮草和饮水都很有限，一旦耗尽，岂不是正中敌人的下怀吗？王爷，为什么不速战速决？如果能不战而速决，岂不更好？不战速决？除此之外，我军还应该派出小股的队伍，在山林里四处散开，去搜索敌军的踪迹。一旦发现敌营，就从4面8方开始骚扰，这样也可以模糊敌军的视线，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扎营。在骚扰之下，也可以让敌军分身乏术，以拖延时间。我们已经切断了敌军的水源，再加上这样的拖延战术，此战便已胜了大半。若寒明白。
白姑娘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消息吗？刚得到消息，说是在点清风山下有很多禁军的营地。我跟若寒将军商量过之后，决定突袭营地，探清虚实，结果却扑了个空。扑空？我率兵过去的时候，营地已经空了，只有一些刚搭建起来不久的锅灶，堂子里还是热的，应该刚烧过火。一开始我认为这只是巧合，可是接二连三都遇到这样的事情，真是邪了门了。白姑娘，禁军神出鬼没，咱们的士兵都开玩笑说，难不成禁军会遁地之术？这世上哪有通天遁地之术啊？不对。白姑娘，他们一定是在掩护谁？掩护？掩护？道理很简单，若他们真的是在安营扎寨，而我们又是突袭，他们不可能事先得知跑得这么干净，这分明就是诱敌周旋之计。白姑娘的意思是，禁军不打算跟我们交锋，而是在跟我们周旋。正是。楚北捷不想与我军正面交锋，可他们的手里又没有了洁净的水源，只有粮食，他们也撑不了多久。拖延对敌军来说并非上策，除非他们是在声东击西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他们到底是在掩护谁呢？白姑娘会不会想太多了？说不定只是敌方的哨探比较厉害，早就已经探知了我军驻扎的地方，从而得知我军的动向呢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既然楚北捷已经猜到了我们在水源中下毒，就必然会猜到我们定会给自己的军士留下水源。而这一路算上来，真正的点清风水源上游，就是这点清风山顶。如果我是楚北捷，必会直指着点清风山顶而来。可点清风的半山腰早已埋伏着我们的人，若楚北捷带人上山，立刻会被发现，又何来掩护之说？上将军，这点清风除了我们的步兵之处，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上山顶？有，云崖索道。云崖索道直通点清风峰顶，但索道狭窄，再加上山间湿滑，峡谷风大，十分危险，早已被废弃。如今只是猿猴已兽的捷径，要想过军队，是万万不可能的。白姑娘，难道你担心的是这条已经废弃的索道？于旁人无用，可于楚北捷倒是未必。我们身处的点清峰顶，虽然占了一定的优势，有重重保护，可唯一的弱点就是无法屯兵，不堪一击。一旦敌军攻上来，我们就会变得非常被动。所以，既然有这条索道，我们就不得不防。
上将军，命你带1万精兵，在山腰处包抄围截。若遇见敌军，就让他们务必停留在避雷峰区域。得令。若寒将军，末将在。你另派100精兵去割断云崖索道，不要让敌军上点青峰顶。是。白平亭，白平亭，禁烟的5年契约立即失效，不管是粮是烟，将被我夷为平地。娉婷，娉婷，你没事吧？你还救我干什么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的命是我的，谁允许你这么做？你不是想我死吗？啊？娉婷知道，娉婷一再为难王爷，能活到今日，已是王爷的恩典。王爷当日派人来杀我，为何今日当面又惺惺作态？不与我了断了自己。我何曾派人杀过你？此事我无法跟你解释，但这次我是为你而来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你就先杀了我。
我相信，我相信你。正是因为相信，所以才痛苦。你追我赶，躲躲藏藏，何时才能停歇？王爷，你不累吗？我终于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。娉婷累了，娉婷真的好累。不要再隐藏了，跟我走好吗？